深海1万米。你以为你了解这颗星球？你看过地图，看过从太空拍的照片，但没人告诉你的是，我们探索过的一切还不到海洋的5%，剩下那95%，我们一无所知。200米以下，阳光消失，温度接近冰点，压力能把人体像易拉罐一样压扁。然而，在这片永恒黑暗中，生命却在蓬勃生长。透明头颅的鱼，嘴巴比身体还大的怪物，全身能自己发光的生物。这就是深海，地球上最后的未知疆域。而那里的居民将彻底颠覆你的认知。深海的5层地狱，想象你站在海岸边，然后一直往下走。最初的200米，一切都很熟悉。阳光穿透海水，鱼群在珊瑚礁间穿梭，温度舒适宜人。这是光照层，90%的海洋生物都生活在这里。然后光线开始消退，200米到1000米之间是暮光层，阳光变成一抹微弱的蓝色微光，然后彻底消失。温度骤降到约5°C。你开始看到能自己发光的生物，发光水母像活着的灯笼漂浮在黑暗里。1000米以下，你进入了午夜层，完全的黑暗。温度稳定在1到4°C之间，压力已经是海面的100倍，大多数潜水艇无法到达这个深度。食物极度匮乏，这里的生物进化出了吃一切东西的能力，包括同类。4000米到6000米是深渊层，深渊这个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无底，压力是大气压的4到600倍。这里的生命以极慢的速度运动来节约能量。一些深海鱼类的新陈代谢低到几个月才需要进食一次。然后是最后一层超深渊带，以希腊冥王哈迪斯命名，最深处接近11000米。到过这里底部的人比登上过月球的人还少。然而，即便在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下，生命依然找到了存活的方式。活着的光，这里没有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黑暗是绝对的，那种无论你等多久，眼睛都永远无法适应的黑暗。然而，如果你关掉潜水艇的灯，你会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周围的水会活过来，闪烁的蓝色火花，脉动的绿色波浪，突然闪现的幽灵般白光。这就是生物发光，由活的生物体产生的光，在深海它无处不在。200米以下，超过3/4的生物都能产生自己的光。在深海鱼类中，这个比例超过90%。安康鱼从额头上垂下一个发光的诱饵，一根由生物发光细菌驱动的内置钓鱼竿。被光吸引的猎物会被一张满是针状牙齿的巨口整个吞噬。深海水母发出有节律的蓝色脉冲光，在黑暗中传递警告信号。当受到威胁时，一些物种会释放出一道光芒，就像一声发光的尖叫，用来吸引更大的捕食者，吓走攻击者。吸血鬼乌贼并不吸血，当受到干扰时，它会把带捕的触手像斗篷一样裹住全身，同时释放出一团生物发光的粘液，用一场活体光芒的咒语迷惑捕食者。也许最壮观的景象发生在海面，在被称为乳白海的罕见现象中，生物发光细菌在数千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大量繁殖，亮到可以从轨道卫星上拍到。整片海洋从内部发光，从太空清晰可见。在这里，光不只是美丽的，它是生存的语言。深渊巨兽，深海是地球上最大的栖息地，也是最奇异的。在一个没有阳光、没有植物、压力能碾碎一切的世界里，进化创造出了比任何科幻电影都更疯狂的生物。大王乌贼的眼睛有餐盘那么大，所有现存动物中最大的眼睛，专门用来在完全黑暗中捕捉最微弱的生物发光闪烁。从头到触手尖端，全长可达13米。几百年来，它一直被当成神话、水手的幻想。人类直到2004年才在深海拍到第一张活的大王乌贼照片，而第一段视频又等了8年。吞噬鳗的嘴巴可以张开到比自己身体还宽，它在黑暗中游动，巨大的下颌像一张活的网一样张开，扫荡路径上的一切。
它的胃可以扩张到容纳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当你的下一顿饭可能要等好几周时，这是一种必要的适应。铜眼鱼有一个完全透明的头部，它的大型绿色管状眼睛位于充满液体的头骨内部，透过自己头顶的圆顶向上扫描，搜索上方猎物的剪影。当它发现食物时，它会把眼睛向前旋转，透过自己透明的脸直视前方。巨型等足虫常见属腹的深海亲戚能长到50厘米长，差不多一只小狗的体型。它们以从上方落下来的鲸鱼尸体和死鱼为食，可以在不吃任何食物的情况下存活超过5年。而水滴鱼以在照片中看起来很悲惨而出名，实际上在深海中看起来完全正常。它的凝胶状身体完美适应了极端压力，它看起来塌陷和忧伤，只是因为被带到了水面，缺乏压力导致它坍塌变形。马里亚纳海沟在西太平洋菲律宾以东，海底裂开了一道地球上最深的伤疤。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935米，将近11公里，垂直向下。如果你把珠穆朗玛峰放到沟底，峰顶上方仍然有超过2000米的海水，底部的压力大约是大气压的1100倍，相当于50架满载的波音747碟在你身上。1960年，2个人雅克·皮卡尔和唐·沃尔什乘坐深海潜水器的里亚斯特号成为第一批到达底部的人类。下潜途中，在9000米深处，外层观察窗突然裂开，整艘潜水器剧烈震动，但他们没有返航，继续下潜，最终在海底停留了20分钟。52年后，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驾驶深海挑战者号独自完成了这趟旅程。他在底部待了3个小时，拍摄了这片外星般的景观并采集样本。他的发现让所有人惊讶，那里有生命，不只是微生物，而是真正的动物。虾状的端足类生物在黑暗中成群游动，半透明的海参在沉积物上滑行。一种叫有孔虫的单细胞生物用周围高压海水中的矿物质为自己建造外壳。科学家后来在海沟沉积物样本中发现了蓬勃生长的细菌，这些生物从地壳渗出的化学物质中获取能量，完全不依赖阳光。但也许最令人不安的发现不是生物学上的。2019年，探险家维克多·维斯科沃到达了最深点，他发现了一个塑料袋，还有糖果包装纸。人类的垃圾比我们的探索更早到达了地球最深处。绘制的95%，人类已经绘制了100%的月球表面地图。火星表面我们也绘制了99%，但我们自己的海底真正去过、观察过、记录过的不到5%。深海比外太空更难到达，宇航员面对的是飞船与外部真空之间一个大气压的压差，而深海潜水器在海底面对的是从4面8方涌来的超过1000个大气压的挤压。我们能用望远镜拍摄数十亿光年外的星系，却看不到我们自己星球水面以下2公里的地方。而我们不断发现的东西表明，我们几乎还没有触及皮毛。科学家每年平均发现2000多个新的海洋物种。仅在2023年，研究人员就在海沟中发现了此前完全未知的鱼类、水母和蠕虫物种。1997年，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运营的水下麦克风在南太平洋录到了一个神秘的超低频声音，它被命名为 Blue， 有史以来录到的最响亮的水下声音之一，比蓝鲸的叫声响数倍。多年来，科学家争论它是否可能来自一种巨大的未知动物。目前的共识认为它来自冰镇大冰山的断裂。但 Bloop 之所以引发全世界的想象，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不知道那下面有什么。深海是地球最后的伟大谜团，它比任何洞穴都更暗，比任何沙漠之夜都更冷，承受的压力甚至超过金星本身的表面。它就在我们脚下，等待被探索。感谢观看。从阳光明媚的浅海到超深渊带的碾压黑暗，从能制造自己光芒的生物到透明头颅的鱼和嘴巴比身体还大的怪物，从地球最深的海沟，生命在那里顽强生存，到我们从未见过的95%的海洋，
深海不只是地球上的另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